这是新的 1.16 版本 MC 速通世界纪录，其速度之快，甚至连作者本人都没有预料到。游戏开始可以看到，这是新建的随机游戏世界种子。出生地的不远处正好就有一个村庄，在当前的世界纪录水平，良好的出生地已经成了打破世界纪录的前提条件。大神进入村庄，先撸了3块木头，然后制作出工作台、8根木棍、木镐。请相信你的眼睛，视频并没有加速。使用木镐挖3块原石，制作出石镐；使用石镐挖4块原石，制作出石斧和石铲；用石斧挖2块木头备用。在奔跑的过程中，把木头分解成木板，然后他又挖了6个干草垛，在村民房子里找到了1张床。之后，他在3格高度开始对铁傀儡进行攻击。铁傀儡可以掉落3到5个铁锭，这位大神甚至可以利用石斧冷却的时间归置物品栏，甚至还把干草垛分解成了小麦。铁傀儡掉落了4个铁锭，正好可以用来制作水桶和打火石。在村民的大床房收集到了2张床，他把小麦合成面包，又合成了水桶和船。船的作用，当我看到水中遗迹的时候才明白过来。又收集了6个原木和第4张床。他将水桶盛满水，挖了一个沙砾，乘船滑向遗迹。所有这些都是一气呵成的，甚至利用划船的时间补充饱食度。在遗迹箱子里找到了一些物资，然后开始搭建地狱门。再次友情提示，这里并没有加速。转瞬之间，地狱门就搭好了，然后继续让沙砾掉落水石。终于在多次尝试之后得到了水石，这里可以说耽误了一些时间。进入地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坐标，之后他开始向 X 轴的正方向移动。据说朝着平面坐标相反的方向移动，可以增加遇到堡垒的几率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 X 坐标为正，就要朝着负的方向移动。3分35秒，他找到了一个箱子，箱子里的金甲可以使朱琳保持中立状态，宽的视野对寻找堡垒非常有用。3分48秒，一座下界城堡赫然出现在眼前，他开始收集烈焰棒。趁着烈焰人刷新，将刷怪龙下面一层地狱砖扒掉，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烈焰人攻击和飞过围栏。收集齐6个烈焰棒，他开始向 Z 坐标为负的方向移动，在附近很快就找到了朱琳堡垒。他先在一个角落挖出2个深的洞，然后在其他固定位置挖出埋藏的金块，将金锭扔入洞中和朱琳交易。他前后挖了5个金块，将全部金锭扔给朱琳，然后放1块沙砾，将交换物挤出。不一会就收集到了足够的物资，其中包括16个梦影珍珠以及大量的黑曜石和线。他来到合适的位置，开始搭建地狱门回主世界。8分25秒，刚回到主世界，就有一份大礼在等着他。主世界的地狱门正好位于海底神殿附近，远古守卫者立即送给了他5分钟的挖掘疲劳作为礼物。他先判断出末地城堡的方向，然后开始划船去向前方的陆地。刚划出没多久，他惊讶地大叫了一声，原来末地城堡就在不远处的水下。这飞黄与欧皇同时加身，大悲之后立即变大喜。全世界能够遇到的估计也没几个人了吧。这位大神下一步要处理的就是身上的挖掘疲劳。他又建床重新设置出生点，然后本来想用岩浆把自己烧死，但是突然发现身上有防火效果，然后选择硬生生的用梦影珍珠把自己撞死，真是个狠人。复活之后身上的一切效果都消失了，他重新捡起掉落的装备和物资，开始游向水下的末地城堡。水下末地城堡的末地门是最好找的，真是欧皇到家了。9分58秒，他顺利进入末地。进入末地之后，打开实体碰撞箱，这对攀登末影龙的位置非常有帮助。在基岩柱上放上2个黑曜石，然后再制作4张床，之后跑到较远的距离。他现在身上总共有8张床，击杀末影龙至少需要5张床，最多8张。这跟实际的判断是否准确关系非常大。10分57秒，他准确判断出末影龙将在基岩柱上方盘旋。根据碰撞箱的大小判断末影龙位置的高低，1张。2张、3张、4张、5张，他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只用5张床就打败了末影龙。最后的通关时间定位在打败末影龙的11分10秒。经过100次、1000次的尝试，他终于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。大神一直说着 no， 自己都不敢相信。